今天要從鹿兒島的中央車站出發，然後呢去九州鐵路的最南端的站，叫西大山站，很多人應該也是听說過的。稍微距離有點遠，坐電車過去大概得2個小時的時間吧。到西大山站，1510塊。今天要坐的是10點02分的这個普通列車。很老舊了，很有年代感，一直開到整齊的。這種車的話，時間比較長的就是有洗手間的。大家好，我是老宋。今天我将從鹿兒島中央站出發，搭乘 JR 九州的指宿整齊線，一路前往九州鐵路最南端的車站西大山站。這條線路之所以叫做指宿整齊線，是因為它連接了沿線2座最具代表性的城市指宿和整齊。指宿是日本著名的溫泉勝地，以少見的天然沙蒸溫泉聞名，每年吸引大量的遊客前來體驗。而整齊則是日本著名的漁港城市，不僅擁有全國數1數2的鰹魚捕獲量，也是日本鰹魚乾的重要產地，因此有着鰹魚之鄉的美譽。列車離開鹿兒島市區後，會沿着薩摩半島東側鹿兒島灣海岸一路向南行駛。建議大家可以坐在列車的左側，一路欣賞遼闊迷人的海景。到指宿站了，应该是這條線上最大的站吧。基本上大多數人都在這兒下車了。下一站就要到西大山了。今天這個天氣啊，真的是好，應該很曬。坐了將近2個小時的時間吧，終於快要到了。感覺到這一站來的人真的是還是挺多的，大家都是趁假期這個時候來這兒打個卡，畢竟還挺有紀念意義。應該很多都是那種喜歡鐵道的人。很多人其實不在這兒常待的，就是趁下車的時間在這兒拍個照，然後就走了。所以很多人在這擠着拍照。這車還挺友好的，他故意給大家停了幾分鐘，2、3分鐘的時間，可以下車在這兒拍個照。I haven't felt the sun or the blowing of the wind, don't know where it goes, haven't heard where she's been to be happy, stay strong。 这是 JR 最南端的站，但如果是鐵道的話，其實到沖繩了，沖繩也有鐵道的，但是如果是 JR 的話，最南端的站就是這個地方。然後 JR 最北端的是知內，最東端根室，最西是佐世保，最南端西大山。現在真的是4個點都已經收集完了，其他3個點都去過了。西大山我真的是第一次來。今天天氣真的是好啊，後面這個開文月，所謂的叫薩摩富士也是非常清晰，頂端也是稍微有點雲，但已經不錯了，這視野已經非常好了。然後這個站也有一個很有名的，就是這個黃色的油桶，這個黃色代表他們這個當地的油菜花，然後據說這是傳遞幸福的一個油桶，黃色油桶。日本就是在有一些地方它會有一些不同顏色的油桶，一般都是紅色的，有些在特別的地方，像在根室，它的油桶顏色也是不一樣的，可能是粉紅色的吧。這就是一個鄉間的小站，也是一個無人站，但是因為它特殊的地點，所以很多人會開車來打卡的。但周邊其實沒什麼，
另外就是如果坐火車的话，大家就是下车拍个2分鐘的照，然後就繼續坐車就走了。周邊還算是有一家店，然後因為今天要從這個地方去南點的那個長崎鼻，但是車站旁邊沒有巴士站，要稍微走一段，大概得走個20幾分鐘吧，然後去坐公車到最南點的那個長崎鼻。天氣太好，但是真的很曬，非常的熱。今天這個天，日本真的是很多騎摩托車的人，車都真的是很漂亮，很酷啊。站前的這個店裡面的東西還挺多的，各種特產品，零食都有。然後這個店它是賣那個到達證明的，如果是收集的話，可以在這兒買最南端的站的到達證明。因為它這邊有那個黃色郵筒，所以也可以買這個明信片，然後在這寄，投到那個郵筒去。來都來了，買了一個這個到達的證明書，好像100塊錢吧，其實還挺便宜的。我真的是沒有在收集這個東西，看到大家都買，我也就買了一個。宮崎鹿兒島這邊都是產芒果的，這是芒果味的冰淇淋。我覺得這個是在日本看到難得的非常非常熱鬧的無人站，跟那個愛媛縣的下灘站我覺得有點像，那一站也是特別多人。要從這個地方走大概半小時吧，然後去附近的一個餐廳，這邊地方有一個廢棄的小學改造的一個餐廳，在那兒吃個午餐，然後在旁邊坐巴士去最南點的那個長崎鼻。其實距離倒還好，主要就是今天這個天氣2公里吧，主要是今天這個天氣啊，真的是太好了，過於好了，所以真的很曬。還好戴了帽子，我感覺真的是走路的人應該會非常少，沒有人來走路的，大家都是開車的。不過還好，稍微有點風，還能稍微的涼快一點，吹點風還稍微的涼快點。否則真的要曬死。要從這兒穿過一片農田，非常漂亮的自然環境當中，但是太陽很大。昨天是陰天，沒想到今天這天氣真的是變得這麼好。那說陰天走一走應該也沒什麼太大的問題，結果今天這天氣真是過於晴朗了。這個植物不知道他們種的是什麼，這個我還其實真的不知道他種的是什麼東西啊。這是什麼蔬菜啊？我怎麼真的沒見過？這裡感覺終於走到一個小村落的樣子啊！查了一下，前面有一個這個廢校改建的小餐廳，吃午餐。希望今天不要關門吧。我的這個被動技能不要打開。今天要關門的話，真的沒地方吃飯。重點是太熱，也沒地方，必須得找個室內稍微休息一下。下一班的這個公車可能還得1個小時多。廢校改建的一個餐廳，這還有一個釀酒廠。啤酒的釀酒廠和一個餐廳，以前是他們的德光小學校。哎，很多小地方真的是生源不夠啊，沒有小孩了，這學校就廢棄了。廢棄的話，如果不改建的話，就真的是浪費了。這邊還立了一個碑，144年歷史的一個德光小學，令和3年閉校了，關門了。哇，這校園其實還是挺大的，就很典型的鄉下的日本小學的樣子。小地方的這種廢校真的是要改造一下。之前去的忘了是哪兒，4國吧，它好像是改建成那種博物館，然後還有住宿的設施，可以讓它再利用起來。他們這個學校的校訓是進んで學ぶ子，努力學習的孩子，思いやりのある子，有愛心的孩子，然後
好たくましい子，堅強的孩子，就比较實在吧，就是對小孩的最實在的需求、希望。啤酒和他們的這個餐廳應該是在一起的。它這餐廳的這個食物種類還挺多的，有賣披薩的、咖喱的，然後很多這種各種啤酒。好，另外就是他們的給食，所謂的給食就是他們學校裡面的午餐，學生午餐的套餐。点了一個他們的這個定時的套餐，種類還挺多的，中間是炸雞塊和沙拉，然後米飯、小菜，還有水果，幾塊西瓜、味噌湯。這如果真的是小孩的這個午餐的話，也真的是太豐盛了。在刚刚吃飯的這個小學旁邊有一個巴士站，德光公民館。然後等一下在這兒坐巴士，等一下其實就1分鐘後了。1:47的這個巴士到這邊最南點的這個長崎鼻的地方，在這兒。哇，今天真的是熱，今天真的是熱。車還挺準時的，真的47分車又來了。像這種小地方的車，就是只能是付现金的，拿一個這個上車的整體券，按照這個整體券的這個對應的價格來付錢，下車付錢就行。其實很近的，4分鐘就到了。然後是200塊，車又走了，真的從那邊過來真的很近，4-5分鐘的車程吧。等一下還得坐巴士再回到那個直宿。今天這時間真的是要算得很清楚才行，研究得很透徹才行。確認一下回程的時間，1個小時一班的車，3:19，現在是2點鐘。1個小時的時間在這兒遊覽，這個地方真的算是一個很熱門的景點啊！開車來的人不少，主要是因為這2天也是日本的3連休，所以大家都休假了，來玩的人特別多。停車場、商店都有，然後還有一個龍宮神社，除了長崎鼻的燈塔以外，還有一個龍宮神社可以看。先去燈塔的地方看一下。旁邊朱紅色的這個就是龍宮神社了，它這顏色應該是重新刷過的，非常的鮮豔。来到指宿，很多人都會來這個龍宮神社看看。藍天白雲的映襯下，朱紅色的神社顯得格外引人注目。這裡相傳是日本民間傳說浦島太郎中，浦島太郎跟着海龜前往海底龍宮的入口，所以神社也是以龍宮的故事為主題而建。現在不少人都會來這裡參拜，通常是祈求良緣、戀愛順利和幸福美滿。
而龍宮神社所在的地方就是薩摩半島最南端的長崎鼻，這裡三面環海，天氣好的時候，不但可以看到一望無際的海景，還能遠遠眺望有薩摩富士之稱的開文岳。一邊是充滿神話色彩的龍宮傳說，一邊是鹿兒島最經典的海岸風景，也讓長崎鼻成為來到指宿幾乎都會安排造訪的景點。順着這條路一直往前走，应該就可以到燈塔的地方了。為什麼它這有龍宮的傳說？就是因為它每年5月到8月這邊是有這個赤海龜，好像會從這個地方上陸產卵的，也是有這個原因。這地方還有一個浦島太郎的雕像。他說男性的話是從左邊轉2圈，然後再摸一下龜頭，然後你的這個願望就可以實現。從左邊走2圈。然后摸一下烏龜，願望可以實現。今天這個風景真的是漂亮，曬是曬了點，但是景色太棒了。現在看起來這個山上這點雲，我覺得遮的還挺合適的，挺有那種猶抱琵琶半遮面的感覺。這顏色也真的是恰到好處，真的很舒服。恋する灯台，戀愛的燈塔，薩摩長崎鼻燈塔，戀人可以在這兒來拍個照。終於到燈塔的地方了，其實走一走還挺近的，主要兩邊的風景啊真的漂亮。然后底下它其實還鋪了一個簡單的步道，可以一路走到海裡面去的，走到這個礁石上面。从那個巴士上下來了，然後這邊有一個叫沙蒸會館的地方。因為指宿也是一個溫泉特別有名的地區，所以它這邊有很多的溫泉的旅館，然後溫泉的這種泡湯的地方。然後這一家呢，它是既可以泡溫泉，然後還可以泡那種，也不是泡吧，就是埋在沙子裡的那種沙浴，也算是指宿這邊比較有名的一個，算是景點吧。來都來了，泡個溫泉，然後體驗一下不太一樣的這種沙浴。這家還挺大的，現在已經離那個指宿車站其實挺近的了。等下泡完就可以到指宿站，然後再坐車回去。如果只是泡溫泉的話呢，是800塊，加上沙浴的話1500塊，然後毛巾是300。
指宿地下擁有豐富的地熱資源，市內分布着近100處溫泉，是日本非常有代表性的溫泉度假勝地之一。不過，真正讓指宿聞名的，並不是普通溫泉，而是世界都相當少見的天然沙蒸溫泉。所謂沙蒸溫泉，就是利用地下溫泉不斷湧出的熱氣加熱海邊的天然沙子，沙子的溫度一般維持在50到55度左右。工作人員會先讓遊客在更衣室脫掉所有衣服，換上浴衣，然後再走到海邊的沙灘上躺下。接着他們會有溫熱的沙子從腳到肩膀慢慢覆蓋全身，只留下頭部露在外面。從感受上來說，剛躺進去的時候會覺得身上被壓得很沉，溫熱的沙子緊緊包裹着身體，會稍微有一點點的壓抑和不安。不過大概2-3分鐘後會慢慢的適應，身體開始發熱，不斷出汗。但因為熱度其實是來自四面八方，而且比較均匀，所以其實不会太难受，反而有一種安全感，身體会有一種緩慢舒服的溫熱感。一般體驗時間大概10到15分鐘，眼前有大的鐘錶，覺得差不多到時間了，自己起身就好。如果需要，也可以請工作人員把沙子撥開，穿着浴衣回到室內溫泉沖洗身體，然後可以繼續在室內泡溫泉，讓身體徹底放鬆。整體來說體驗感很好，不過因為夏天室外溫度太高，而且陽光很曬，雖然有遮擋，不過還是比較辛苦，建議大家及時補充水分。當然，最好的建議還是春秋時節，這時候應該會非常放鬆舒適。另外，如果有時間在指宿住個1-2天的話，那就建議大家可以選個溫泉旅館，然後盡情體驗周邊各種各樣不同的溫泉。回到指宿站了，指宿站看起来真是有點南国風情，還挺漂亮的。可能大多數人都是坐那個3點多鐘的御守鄉的那個觀光列車的，現在人就比較少了。指宿還是以溫泉比較出名的一個地方，所以到處都有這個指宿溫泉的宣傳。指宿溫泉龍宮傳說之地，然後這邊也有很多的溫泉旅館，如果是有時間的話，也可以在這兒住一晚。指宿站，這是那個觀光列車的宣傳，指宿的御守鄉。他們這個候車室還挺古樸的，尤其这個椅子的風格。現在這個時間點已經關門了，這個售票窗口已經關門了，只能在這個自助售票機上買票，然後到鹿兒島中央站，1170，比那個西大山稍微便宜一點。龍宮寫真館，這還挺有意思的，有一些這個海底的照片。御守鄉号的這個觀光列車，他們還有特別的一些裝扮，還有一些玩偶。對面站台的車已經來了，這邊的車好像晚了5分鐘吧，本來是29，現在要變成34了。它這個站牌也不寫漢字了，現在很多地方它慢慢開始漢字都寫得少，開始寫着假名的形式 Ibusuki， 漢字寫成指宿，然後念作 Ibusuki。鹿兒島其實是一個非常有魅力的地方，每個地區都有自己的特色。很多人來到鹿兒島都會像老宋一樣，想順便到日本鐵路最南端的西大山站打個卡，看看風景。
不過這一帶的大眾交通確實不方便，所以老宋也帮大家整理了幾種比較輕鬆的玩法。第一種就是像老宋今天这樣，從鹿兒島中央站搭乘10點02分的直達列車前往西大山站，遊玩後步行到附近村莊裡的廢棄小學餐廳休息用餐，接着到旁邊的德光公民館站搭乘1點47分的巴士前往長崎鼻，1個小時遊完之後再搭3點19的巴士前往沙蒸會館，體驗指宿最有名的天然沙蒸溫泉，最後再步行或者是搭乘巴士返回指宿站。第二種玩法就是大多数游客會選擇的方式，從鹿兒島中央站搭乘 JR 九州觀光列車指宿御守鄉號前往指宿，抵達後可以先到車站前的觀光案內所購買巴士1日券，再搭乘巴士前往長崎鼻等景點。不過這一帶的巴士班次非常少，所以建議大家事先確認好時刻表，以免錯過班車。如果想玩得更輕鬆更有效率，也可以直接在指宿站包車遊覽，大約2小時左右就可以輕鬆跑完西大山站、長崎鼻等等幾個主要的景點。另外指宿站附近也有電動自行車可以租借，如果時間比較充裕，也是不少遊客會選擇的方式。詳細資訊都可以到指宿站前的觀光案內所諮詢。感謝大家的觀看，下一期老宋將前往一個日本人都極少聽說的鹿兒島縣西北部的離島，看看這座超冷門的島嶼上究竟有什麼樣的風景。